现在大部分人去旅行，早就不再是个简单轻松的旅行了，反而成了一场奇迹暖暖的化妆秀。为了拍出的照片能在朋友圈里获得点赞，有些人会在出发前去买一堆只适合在镜头里出现的衣服。一旦旅行结束后，这些衣服也完成了他们的使命，要么被你塞进衣柜里闲置，要么直接被退回给商家。说白了，这些衣服的使命往往仅限于旅行期间。你可能会说，我不常旅游，买几件新衣服又怎么了呢？但我想问的是，你真的需要这么多一次性的新衣服才能让你这趟旅行完整吗？这些所谓的次抛式消费，除了让你钱包越来越瘪，更别提如果你买到的衣服是别人穿过的，你该怎么想？这样重复性的行为真的是让你在享受旅行，还是在鼓励这样浪费的恶性循环？有些人购买一次性的衣服，简单的就像手里的一张纸，可以随时更换，随时扔掉。原来你的钱啊都是这么随意进出。在决定做这期主题之前，我已经预想到会收到不同的声音，但我只是想深入讨论这样的行为背后到底正不正确。次抛式的时尚，顾名思义，就是那些只能在特定场合下穿一次两次的衣服。通常这些衣服在旅行结束后再也不会穿了。所以说，为什么次抛式消费会成为一种社会的正常现象？这背后其实和社交平台上人人在追求的人设焦虑有很大的关系。在几个我们常见的社交平台上，很多人为了展示自己高质量的生活以及他们所向往的生活方式，会下意识的去追求独特和多样化，而衣服则成了塑造这种完美形象的重要道具。不管你买的这件衣服合不合身，需不需要你收紧肚子后才能穿得进去，只要能拍出10几20张完美照片之后，衣服通通就成了一无是处的东西。那我想问，购买次抛衣服的钱从哪儿来呢？很多人为了跟上这种社交媒体塑造的人设，明明经济条件有限，却选择在旅行前刷爆信用卡。一个刚出社会工作的人，花掉了几个月的积蓄，买了一堆只有在旅行当中会穿到的衣服。你明知道自己根本不需要这些衣服，旅行结束后呢，大概率会被闲置或者是退货，但为了让自己的照片看起来精致，还是选择将钱扔进了水里，换来几张社交平台上被滤镜磨皮过后的照片。越来越多人追求一种旅行标准化的美感，化妆要画大卧蚕，睫毛要贴得夸张一点，拍照一定要带有松弛感的姿势。这样的美感真的适合你吗？还是说你把自己变成了社交媒体的模板，每个人都在同样的景点，穿着同样风格的衣服，摆着千篇一律的姿势在拍照，最终这些照片只有在滤镜下才能看。购买次抛式的衣服，表面上看是个人的行为，但实际上它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非常大。首先，这种消费习惯无疑是在助长快时尚行业的浪费问题。生产一件衣服需要大量的水、能源和人工资源，而这些短期使用的衣物最终可能会被你淘汰，变为垃圾。其次，这种消费也形成了一种用完即可丢弃的心理，在影响着大部分人的价值观。你可能觉得买几件衣服没什么大不了的，花这么点钱不会有什么损失，但这种行为被放大的时候呢，你就不会去重视物品的使用价值，而是关注他们在短期内能给你带来的拍照价值。只要你越刷短视频，越让你对消费的理解变得片面化。比如他们告诉你的是，衣服不再是用来穿的，而是用来让你在社交平台上走秀用的。家里的空间也不再是用来装生活的必需品，而是用来存放一些一次性购买的旅行服饰。也许你在拍照时觉得很开心，可当旅行结束后，很快就会意识到，哎呀，我衣服太多了，空间不够用，衣柜不够装，发现自己花了那么多钱，却没有买到真正实用的东西。每次在旅行前，你都会重复做着一样的事情，开始焦虑该如何搭配，开始烦恼该如何摆姿势，要买什么样风格的衣服，还有穿出去之后能不能够出片。你脑子里面想的都是照片一定要好看，人一定要好看，衣服一定要好看，一定要出片。可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些被你利用过后的衣服是怎么样的一个处理方法？快时尚行业之所以能够持续发展下去，很大程度上依赖的正是你有着这种用完即丢的观念。而当次抛式消费逐渐被社会正常化，我们每个人都在无形中成了这种浪费模式的推动者。如果你还是认为买几件衣服拍个照没什么大不了，那好吧，请你继续将钱扔
扔进垃圾堆里。我这么说是不想让大家消费了吗？其实不是。难道消费的意义就是为了来买这种短暂能够使用的物品，然后转眼间就变成垃圾了吗？让我们先明确一个核心的问题：什么是旅行必备？什么又是次抛式衣服？这两者的区别到底在哪里？买新衣服本身没有任何问题，关键在于你所购买的衣服是否有长期的使用价值，还是仅仅作为一种拍照的道具。次抛式的衣服典型特点呢，就是短期使用，长期闲置。买它的目的只有一个，能在旅行中拍照好看，并且又是低廉价格的衣服，你打心底也认为这件衣服就应该那么便宜，因此你也不会在意它的质量如何，只在乎是否能够出片，是否能拍出像大牌衣服那样的高级感。甚至有人会觉得，只要在镜头出现过的衣服就不能再重复穿了，一件衣服出现在多张照片里会显得不够时尚，不够高级。这种逻辑除了浪费你的钱和空间，还能带来什么？就拿海岛度假来说，为什么就不能穿你衣柜里已有的裙子和衣服，就非得买那些五颜六色带花带草带贝壳的裙子？在去年呢，我去了一趟夏威夷，一眼扫过去，10个人里有7个人是头发上带着一朵花的发饰，再来脖子上戴着一条贝壳项链，最后手上再拎着一个菜篮子包。说到底，一条简单的裙子和短袖也能让你在夏威夷玩得很好。相比之下，旅行必备则完全不同，它是指那些既适合旅行场景，又能在日常生活中继续使用的单品。我必须要再强调一次，你不需要额外去消费，购买新衣服也能做到很好看。再回到那些喜欢买次抛式衣服的人来说，我就想在旅行中穿得漂漂亮亮，这有什么错？但如果你的漂亮是建立在浪费资源、浪费钱的基础上，是通过一次性消费来实现你对于美的追求。换句话说，漂亮呢可以有很多种方式来实现，比如通过搭配已有的衣物，或者是巧妙运用配饰，而不是盲目买一堆只能穿一次的衣服。当我们在讨论次抛式的消费，最容易忽略的一点就是这些看似个人的消费选择，其实在塑造一种社会文化。短视频和博主们在告诉你，原来旅行需要搭配不同场景的衣服才能完美，我需要买这些衣服，买那些配饰才能拍出好看的照片。久而久之，我们的社会文化开始默认拍照一定要有全新的衣服，旅行一定要追求与众不同的风格。当你习惯于把衣服当成一次性的用品来看待，让你开始对任何东西不再珍惜。快时尚的生产和消费模式虽然看起来廉价和便利，但是它的这种模式是没有办法长久持续下去，因为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，而环境的承载能力也是有限的。最后我想说的是，消费从来不是错误的，追求美丽也没有错，但关键是我们要明白什么是真正的需要，什么是你的欲望。网络上的风很大，今天吹这个流行款，明天吹那个限定款，后天又说这个必备那个必买，别一个不小心吹到你这儿，结果你盲目跟风，最后钱花了，家里收集了成堆的垃圾。如果喜欢今天这期视频，不要忘记关注和订阅，是对我频道的最大支持。那我们下周视频再见，拜拜。